3个月前，丧尸危机爆发，姐姐为了救我被丧尸咬死，爸妈也为了寻找物资，双双殒命。姐，木婉，快走，别管我！我跟你爸出去找食物，木婉，保护好自己。爸妈，外面有丧尸，你们别出去！不出去都得饿死。木婉，听话，千万不要出来，不管听到任何声音都别出来。爸妈，我在愧疚中苟活了3个月，直到弹尽粮绝。与其饿死，不如奋力一搏。本以为自己也要死在丧尸口中，没想到……爸妈，姐姐，你们……姐，你没死。死？我为什么要死？我明明看到丧尸咬了你脖子，流了好多血。爸妈，你们随便找的演员，他还真信了3个月。丧尸服不错吧？300块一套，某宝定制。丧尸降临，也就你这种傻子会信，那只是为了把你关地下室编的借口。木婉，这3个月辛苦你了。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你爷爷最喜欢你，只有你死或者消失了，他才会把家产分给我们。这些天看你在地下室绝望的样子，真是太有趣了。江青青，这是非法囚禁，我要去告你！哎呦，我好害怕哦。可惜我们对外宣称你已经死了，你连告我的资格都没有。葬礼已经办完，亲戚朋友都以为你死了，还是趁早滚回地下室吧，那儿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你现在连条流浪狗都不如，流浪狗至少还有人喂，你只配在地下室发烂发臭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7天01小时32分钟17秒。这家人真不是东西，为了抢夺女主家产，竟然编出这种鬼话。又想用弹幕骗我吗？弹幕还真是关久了，都出现幻觉了。相信我们，7天后真的有丧尸末日，只有躲进地下室才能逃过一劫，到时候他们后悔都来不及。难道只有我能看见丧尸末日真要来了？你们刚才说让我住地下室，是真的？真是个疯子，住了3个月还住出感情来了，不就一个破地下室吗？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如果弹幕是真的，那丧尸降临后，地下室一定是绝佳庇护所。好，你说的，到时候真有丧尸，可别求着我让你进去，我就是饿死从天台跳下去，也不可能在里面住1天。女主宝宝真棒，现在有了庇护所，赶紧去彩票店。相信我们，有钱才能囤货，度过末日危机。这7头奖的号码是0312-182-433-0715。为了验证弹幕的真假，我从地下室翻出最后10元现金，自选5注，这个号码。对了，本期1等奖5注，奖金累计1亿0732万元。中了，弹幕是真的。女主宝宝这下相信我们了吧？当务之急是赶紧囤货，庇护所已经有现成的了。说起来得感谢江青青，为了让我相信丧尸末世的谎言，下了血本改造地下室。江青青费尽心思为我打造的牢笼，反倒成了迎接真正末日的顶级避风港。还有6天，时间充足。现在首要任务是把末日的消息告诉小曼。奇怪，
小曼怎么不接电话？女主宝宝，快去精神病院找你闺蜜，你被关起来后，只有她坚信你没死，到处找你。江青青怕事情败露，买通精神病院，把闺蜜抓走了。江青青，你个畜生，骗我就算了，还动我闺蜜！近日，本市出现多起不明原因感染病例，患者均出现皮肤溃烂、持续高烧、行为异常等症状。市疾控中心已介入调查。广大市民3楼第3个房间，闺蜜就在那儿。小曼，木婉，是你吗？哎呀，两位宝宝终于相遇了，这才是闺蜜情，我要哭了。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我不信，他们就把我关到这儿来了。小曼，情况紧急，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很疯狂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江青青为了抢家产，编造丧尸末日把我关在地下室，我出来后就能看到弹幕，他们告诉我6天后真正的丧尸末日会来。丧尸？为了验证弹幕的真假，我按照他们给的号码买了彩票，真的中了1个亿。那还等什么？跑！站住！大半夜的，干什么的？这是感染丧尸病毒的症状，要是现在及时吃阻断药，还能挽救。大哥，你这是感染了丧尸病毒，不去医院的话，很快就会变成丧尸的。什么狗屁丧尸！大半夜的咒我！精神病院不允许半夜探望，赶紧滚！我只是好心提醒，你要是不信算了。小曼，我说有丧尸降临，你不觉得我疯了吗？老娘就你一个闺蜜，不信你信谁？再说你能看到弹幕，不抱你大腿，我和宝宝就真要进丧尸肚里了。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得赶紧囤物资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6天08小时56分钟23秒。小曼，你以前开过餐厅，采购方面你比我懂。米面加油按吨买，方便速食也大量囤，还有水、药品、卫生用品，还有婴儿用品也得买。如果宝宝顺利降生，我打算叫他希望。希望，好名字。2个小丫头片子，这儿是本市最大的仓储超市，不接待普通客人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我是普通客人？东北珍珠米，我要这个数。5袋，我送你得了。5吨。2位老板还要什么？高筋粉、低筋粉、全麦粉各30袋，花生油、菜籽油、橄榄油各20箱，自热米饭、自热火锅、方便面、压缩饼干、军用口粮。你来说。我来说，3面包车。不够，再加3车。猪肉500斤，牛肉300斤，鸡200只。老板大气，我送你100条鱼。抗生素、退烧药、碘伏、绷带，这个还有这个，全要。一共387万，太强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囤货。送到江家别墅旁边的地下室入口。江木婉，你不会真把破地下室当家了吧？囤这么多没用的，打算带个精神病在里面躲一辈子？不过是让你在地下室住了3个月，也没饿着你，真是一点压力顶不住，这就开始神志不清了。也不怪我跟你爸不喜欢你，就你这猪脑子，跟你姐姐比起来，简直差远了。等到了丧尸末日那天，你们可别跪着求我母婉救命。别跟他俩废话。小曼，走了。果然是精神病，还真以为会有丧尸呢。爸妈，以后见了外人就说江木婉精神不正常，
也省得我们解释。这是要提前给女主扣精神病的帽子啊！懂了，到时候外人问起来就说女主有病，自己躲进去的，跟他们没关系。等你把存款败光，蹲在地下室啃方便面的时候，可别羡慕我们在别墅吃牛排哦。放心吧，谁羡慕谁还不一定。怎么样？我请了专业建筑师，又把地下室加固了，不愧是我闺蜜，办事就是靠谱。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好，怎么了木婉？之前弹幕说丧尸爆发后还有大暴雨，我们的地下室比周围低至少2米，那怎么办？要是被淹了，屋子就全完了。喂，餐厨超市吗？我需要4台工业潜水泵，今天就要，还有排水管菜，越多越好。对了，能联系到施工队吗？家人们，给你们看看我那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妹妹，你们说好笑不好笑？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就囤了几百万物资，现在又在挖沟。末日小说看多了吧？难怪江家对外宣称江木婉死了，我要是江家人，我也巴不得跟江木婉撇清关系。真是唏嘘，江总年少有为，妹妹竟然是个疯子。算了，家人们，不说她了。4天后，我爸妈要给我办个答谢宴，庆祝我正式成为江氏集团总裁。到时候会邀请很多名流到场，我给你们直播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人生赢家。答谢宴，庆祝你们抢走了我的一切吗？还真是有创意。可惜办的时间不太巧，4天后末日降临，整座城市会变成坟场，所有人都将死于非命。而这间庇护所将成为唯一活着的希望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4天22小时54分钟33秒。木婉，你看江青青的直播间。木婉，我们这么多物资，不会真变成肥羊吧？对了，你还记得陆玉成吗？陆玉成，你那个搞安纺贸易的毒舌男同桌，他肯定有办法。陆玉成，你有门路弄到防身的东西吗？末世要来了。木婉，你也太直了，这谁会信啊？地址发我，现在。啊，男主来了！毒蛇带行动令 ，Max， 这就是真男人吧？爱了爱了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4天21小时36分钟54秒。江木婉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？进来再说。行啊，这配置比某些军事掩体都强。等等，你刚刚说的末世是认真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你看不见，但那时钟就在我头顶。丧尸还有4天就会爆发。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还是你被盗号了？末世，你怎么不说秦始皇复活了？别急，没说不帮你。末日游戏听起来蛮有意思，这活我接了你。你信了？一个字也不信。但谁会拒绝送上门的生意？黑管猎枪、弹药、军用对讲机，1台热成像仪。地下室周围我看了，入口太显眼，没有监控和警报。无线监控摄像头，红外夜视，信号范围2公里。我可以在地下室周围装100个，360度无死角覆盖，任何活物靠近都能看到。这就是专业，果然是搞安防的安全感爆棚。装，多少钱都装。感谢富婆姐姐，刷卡还是转账？
生意成交。这画面比电影院还清楚，不愧是弹幕推荐的，靠谱。陆玉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会也信姜木婉的鬼话，以为会有丧尸吧？那是我编着玩捉弄他的，他这个傻子信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拉着你？关你屁事！我过几天要办答谢宴，想请你来，到时候很多大人物。大姐，你哪位啊？别妨碍我工作，这种假脸我看多了很累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姐，假脸真敢说！男主嘴毒但爽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现在可是姜氏集团的总裁，身家过亿，你不追我就算了，还陪着姜木婉这样的精神病人演末世闹剧，脑子被门夹了。就你身家过亿，抢来的吧？你走着瞧，等我成了人人艳羡的姜总，你连给我舔鞋都不配。还有你姜木婉，等你走投无路来求我，我连门都不会给你开。陆玉成说的有道理，这张脸可真假。物资基本齐了，够我们3个吃1年，药品够用半年。至于武器和弹药，明天到，长的5支，短的10支，弹药足够打一场小型战争。防弹衣、头盔、夜视仪、热成像仪都有，够你用的。够了，接下来就是等，4天后，一切都会改变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4天06小时13分钟36秒。这也太多了吧！若是真有丧尸，你不打死他，他就吃了你，用过吗？在俱乐部玩过几次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练2小时。城市生存手册、野外求生指南、急救手册，这几天看完。好，必须是红玫瑰，答谢宴要喜庆。明天答谢宴请了市里领导、商会会长，还有几个大客户，排场越大越好。看着不难受吗？一群跳梁小丑而已，他们一定不会知道，花大价钱给我造的专属牢房，成了末世的庇护所，反倒给自己搭的豪宅，很快就要毁于一旦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1天02小时58分钟52秒。小姐，您的裙子熨好了。你胳膊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医生说是普通皮疹。真恶心！今晚就收拾东西滚出姜家！真晦气！明天就是我的秀场，家人们，给你们看看我明天的战袍，好看吗？好看！女神，你妹妹会来吗？姜木婉，她哪有脸参加我的答谢宴？再说了，这种疯子来了也是丢人。就是，谁知道精神病人会不会嫉妒？宝宝们就是聪明。那明天中午12点，不见不散哦。你紧张了？怎么？你是期待明天有丧尸，还是没有丧尸？那可是丧尸，你不怕？我怕什么？这不是有庇护所吗？木婉，不管明天发生什么，我都跟你一起面对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明天12小时00分钟00S。吃着火锅喝啤酒，末日前的最后一顿还挺像那么回事。木婉，想什么呢？3个月前，我以为全世界剩我一个人，在地下室的每天都在后悔，后悔害死姐姐，后悔让爸妈出去找食物。现在呢？现在，姐姐没死，
爸妈没死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唯独他们编造的末日成了真。但是现在你有庇护所，还有我们。别煽情了，距离爆发还有多久？不到1个小时。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答谢宴。3个月前，爷爷离开了我们，把江氏集团托付给我。看看，还得是清清端庄大方，年纪轻轻就当上总裁，真有本事。可不是嘛，江太太好福气啊！您过奖啦，主要是教育的好，不像我那个小女儿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整天神经病一样。对，听说还跟精神病院出来的住一起，估计脑子也不正常。听说囤了几百万的物资，还挖什么排水沟，说是为了预防丧尸暴雨，真是笑死人！这种人注定烂泥扶不上墙，给他机会他不珍惜，给他资源他不会用，真是丢我江家的脸。爸妈，今天可是我的好日子，提那个傻子做什么？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庆祝江氏集团的新篇章。这个贱人，真想现在就弄死。让他们笑吧，时间差不多了。距离丧尸爆发还剩0天00小时20分钟45秒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知名钢琴家为江小姐弹奏一曲。家人们，20桌80位贵宾，龙虾鲍鱼随便吃，香槟随便喝，这就是我江青青的实力。女神太牛了，这才是人生赢家。你妹妹呢？她没来吗？她还在地下室当乌龟呢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天生的失败者，给他金山银山也守不住，用1个亿资金买了一堆破烂，就为了预防什么狗屁丧尸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女神说什么都对，你妹妹就是个 loser。我看是在精神病院被关傻了吧？还丧尸末日，哈哈哈！谁羡慕？距离丧尸爆发还剩0天00小时8分钟26秒。还有8分钟。门关好了吗？青青这么优秀，真是没想到，妹妹却是个精神病。青青小时候就比木婉聪明，又会讨人欢心，这样的小孩就该宠着她。大好的日子提他做什么？他不说今天有丧尸吗？丧尸在哪儿呢？来咬我呀！距离丧尸爆发还剩0天00小时02分钟22秒。还有2分钟。我去，你们快看！怎么回事？喝醉了吗？丧尸主题的答谢宴，够潮的。快发朋友圈！演得不错，给你包个红包。这指甲是怎么做的？特效妆？哪位朋友安排的？出来认领一下呗。丧尸。你放的音乐怎么样？合适吗？很合适。木婉，那些人都是他们请来的，我们就这么看着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选择见证江青青成功的人，自然有义务见证她的末日。江青青，你不是说末日是假的吗？现在呢？青青，救我！青青，关注我！
外面也有这么多，这不可能！开车，快开车！石青，撞死他们！江小姐，没事吧？小李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带我们出去！只要护送我们离开，你的工资我给你翻3倍。放心吧，江总，只要有我在。江总，江小姐，救我！去死吧你！真是废物！真是丧尽天良！那保安好心救他们，江青青居然……他一向如此，连亲妹妹都能算计，更何况一个外人。没想到你说的丧尸末日竟然是真的。木婉，要不是你，要不是咱们提前躲进来，恐怕现在死的就是我们了。不光是我，更要谢谢弹幕，是他们救了我们。排水系统一切正常，这场雨就是连下3个月也不会影响到地下室。木婉，江青青和你父母已经逃出监控范围，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只要他们不招惹我，是生是死与我无关。而且我有预感，他们不会死，至少不会这么容易死。快起来！前面有个超市，我们进去躲躲。求求你们，让我们进去躲躲。丧尸来了！他们是被脚步声引来的，都怪你们，不是我们。外面本来就有的。太多了，守不住了！把他推出去，引开他们。你说什么你？不推人出去，我们全都要死。牺牲一个老东西救大家，有什么不对？以前没觉得火锅能有这么香。外面好惨，里面好爽，这就是对比，让那个江青青笑。你还别说，想到江青青他们在外面荒野求生，我食欲大开。这叫自作自受。来，二位为我们末日生存第1天干杯！青青，我受伤了。怕什么？只是划伤，不是咬的，死不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们就该相信木婉说的，要是早听她的，也不至于。够了，不就是蒙对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肯定比那废物妹妹强，只要跟着我，一定会安全的。江木婉，别以为躲在地下室就能安身，我就不信那么多物资你守得住。又一夜没睡，睡了2个小时。这雨下了2个月，外面终于没什么动静。早醒了，吃早饭，皮蛋瘦肉粥。这就是末日里的幸福，女主宝宝要珍惜，外面已经疯了，小心有人要上门抢物资了。救命！有人吗？我左腿受伤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些药？木婉，他看起来挺可怜的，咱们有跌打损伤药，我去。等等，他在说谎。他要是左腿受伤，走路的时候重心应该在右腿，可你看，他分明还在靠左腿走路。你看，这不就好了？可以啊，江木，这都看出来了。哈哈哈，被识破了，真是火眼金睛。女主宝宝好聪明。末日已经持续2个月了，还活着的人为了生存，一定会找上门。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。求求你们，我们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孩子快饿死了，给口吃的吧。3天没吃还哭这么大声，我看还能再饿7天。这儿没你要的东西，再不走我开枪了！呸！
奇怪，这些人怎么知道这里有物资？是啊，一波接着一波，难道有人在搞鬼？还能是谁？江青青呗。我要是没猜错，他一定到处宣扬这有好东西，想借刀杀人。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那是开锁的声音。他们怎么来了？密码他们知道吗？绝对不知道，之前的原始密码我已经改掉了。妈的！江木婉这个贱人，竟然把密码改了！终于坚持不住来了吗？江青青，我可等你很久。江木婉，你个贱人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！木婉，妈快不行了，让妈进去躲躲。难道你忍心看爸妈被丧尸包围吗？木婉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可我们终究是你爸妈呀，我们生你养你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是啊，江木婉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们都是你的长辈，你这么绝情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别忘了，这地下室在江家别墅的范围内，在法律上还是我的。你这是非法侵占。江青青，这地下室是你亲手改造送给我的末日堡垒，你说过要我在这里面好好待一辈子，现在不是如你所愿了吗？江木婉，你别废话，开门！妈，你胳膊上的伤是被丧尸咬的吧？你知不知道被咬的人也会变成丧尸？我知道，但妈妈还清醒。女儿，你就让妈妈进去吧。妈，当初你把我关进地下室，怎么没想过我也会害怕？你让我一个人住杂物间，吃冷饭，大冬天洗江青青换的脏衣服时，怎么没想到我是你女儿？我们那也是为了你好，只是为了锻炼你的意志力。是吗？那你们为了霸占爷爷留给我的东西，连他的呼吸机都敢拔，这也是为了锻炼我的意志力吗？就是，你们以前为了把木婉囚禁起来，可没少干坏事。如今休想道德绑大木婉，让他放你们进来。江木婉，你个贱人，不得好死！婉婉，求你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都是江青青，都是这死丫头出的主意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对，是他提议用丧尸末日把你关起来，也是他把小曼送进精神病院的。杀爷爷也是他出的手，我们只是一时糊涂被他骗了呀。木婉，你开门呐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是啊，木婉，阿姨从小最喜欢的就是你，忘了吗？我小时候还抱过你。婉婉，叔叔早就觉得这江青青不像好人，还是你诚实聪明。开门啊！开门啊！够了，你们怎么有脸说这种话？当初是谁嫌江木婉分家产分得多？又是谁说只要让她消失，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？你们拿钱买包买表的时候，怎么说是我的主意？闭嘴！你个逆女！要不是你挑拨离间，我们会干出这种事吗？老不死的！要是女主宝宝没有发现真相，早就成地下室的一堆白骨了。就是，现在装上好人了，真虚伪。从前他们偏心，什么好的都给江青青，现在危难关头才想起你，还想用亲情绑架你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你们快看！有人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木婉，救救我！婉婉，爸爸知道错了，求你帮我们进去！婉婉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快开门啊！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只是知道自己要死。死？不可能，我不能死，不能死！是你们逼我的。妈，就当是最后疼我一次。真是个畜生！木婉，我没事，他们有今天，只能怪他们太过信任江青青。江木婉，你给我等着，你会后悔的，我发誓！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女主宝宝要小心，这江青青坏的要死，全是鬼主意。这种人迟早遭报应。他吃了亏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家人们，我妹妹这个畜生，把亲生父母推进丧尸堆，自己霸占地下室的物资，还对我见死不救。
他早就知道末日要来，囤了几百吨物资却不告诉任何人。他怎么知道末日要来？该不会是他搞的吧？之前网上有人说他囤货预言末日，原来是真的。江木婉，别以为囤了物资就能高枕无忧，我一定会亲手毁了你！小娘们儿，一个人？谢谢。我们哥几个好歹救了你，说句谢谢就完了。我身上没钱。都他妈世界末日了，要钱有个屁用！倒是你这张脸不错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过来！臭娘们儿还挺刚啊！给我摁住他！等等，大哥，我知道哪有物资。都末日了，一桶泡面卖出天价，哪儿来的物资？你丫敢骗我们？这伙人有能力对付丧尸，要是能引他们去找江木婉，说不准能拿到物资。我知道一个地下室，里面的物资够你们吃半年，而且武器和弹药的补给足够你们撑过末日。光哥，感觉他不像骗人啊，要不带回去问问老大？你确定里面有物资？我确定，只要收留我，我就告诉您在哪儿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去？那地下室防御很严，我一个人拿不下来。那我凭什么帮你？不是帮我，是自救。你手下小弟众多，装备精良，但没法不吃不喝，守着这间 KTV 又能撑几天？咱们合作叫双赢。有意思。拿下之后，你想分多少？东西我一分也不要，只要把里面的女人交给我处置。成交。12.77口径巴雷特搭配穿甲燃烧弹，2厘米的钢板都能打穿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东西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一间地下室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明天。小曼，怎么了？肚子不舒服？木婉，我总感觉心里不踏实。放心吧，地下室大门3层防爆，一般的武器根本不可能。什么情况？不好！大门被打穿1/3，对方绝对不是一般人。江青青，果然是他！黑哥，您的枪法可真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以前可是东南亚第1枪神。妈的，这门还挺硬，可惜穿甲弹只有2发。里面的人听着，这地方我们老大看上了，识相的赶紧滚出来，还能饶你们一命。小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歇一会儿就好。我劝你们别费力气了，3层防爆门，你手里的 M828那4个打不穿，想进来尽管试试。还敢嚣张，给我上！陆亦成，大门拦得住吗？放心，只有那2发是燃烧穿甲弹，正常的步枪子弹对大门的威胁几乎为0。老大不行，里面的火力太猛，这门打不开，弟兄们只能白白送死。老子不信了，一个地下室还攻不进去，东西给我！老大，你确定？
这是……木婉，快趴下！真是个王八壳！你不是说老子的武器没问题吗？我也没想到他们改造了这么多，但他们不可能一辈子不出来。你派人暗中盯着，一出来就抓，有人质在，不怕他们不开门。老大，狮群围过来了。行，再信你一次，你们留下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。是老大，其他人撤。木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曼，木婉，我肚子好疼。怎么了？可能是宝宝。储物箱抽屉第3层有个红色的药品。江青青还真有本事，能找来这么强的火力。巴雷特全自动步枪、火箭筒，要不是改过大门，今天就栽了。还派人监视，真是贼心不死。大不了我们不出去，反正也打不进来。我也想，可小曼的药已经没了。我去医院。不行，外面有人监视，一出去就会被抓住，到时候地下室就危险了。监视的人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走，你闺蜜下次吃药怎么办？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你忘了，我能看到弹幕，弹幕可以帮助我们逃过对方的监视。我去，江木婉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你夸人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陆亦成，你还记得第2医院旁边有个超市吗？你是想……现在物资不多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第2医院旁的超市，那里应该还没搬空。富贵险中求，只要这次拿到，我们1年都不出去了，反正他们也打不进来。那好，明天上午9点出发。玉儿上钩了。老大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他们明天早上9点要去超市找物资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亲耳听到的。而且他们说这次拿完1年都不出来了。哈哈哈！好，召集所有人，明天早上8点出发，在超市里埋伏，等他们一到，直接拿下。江木婉，这次看你怎么打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宝宝会没事的，药我一定给你拿回来。准备好了吗？请幸存者前往避难所等待救援。别看了。右边有条小巷，可以绕过去。女主宝宝从那边走，跟我来。时间刚刚好，我下去拿药。我跟你不行，万一超市情况有变，你在外面能应付。15分钟，不出来我去找你。药房到了，进去后最里面的柜子，下面第2层有小曼需要的药。
还好我没等15分钟。算你厉害。药拿到了。开始吧，给江青青来点回礼。都9点半了，怎么还没来？老大，会不会是假消息？不可能吧，再等等。我的法！漂亮，这招借刀杀人太绝了！黑老大活该，谁让他惦记宝宝的地下室？江青青真是个扫把星，到哪拿死人！真跟你预想的一样，现在丧尸都被他们吸引，我们回去可安全多了。而且顺手解决掉了这伙人，兵不厌诈。走了。谢天谢地，你们平安回来，拿到了，给你。木婉，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耶，任务完成！黑老大这叫自作自受，女主宝宝太强了。也不知道那帮人怎么样了。或许都会死在那儿吧。大哥，死了，全死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江青青，你这个贱人，连英皇，我要弄死他！江木婉，这次我就不信你还不死。江木婉，你当初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不是不让我进去吗？现在呢，还不是跪在我面前，像条狗一样。黑哥，你他妈的敢抓我！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那超市根本没人，我们被丧尸围了。你知道死了多少兄弟吗？大哥，我可以再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不用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别过来！我给你拼了！是你想杀我，别怪我心狠。谁还想死？峰哥，这女人把老大杀了，让他走，这种人活不长。我还不能死！救命！救命！求求你，让我进去，我没被咬。不就是网上那个江青青吗？说她妹妹是末日源头的那个。不是说他妹妹把爸妈推进丧尸堆里吗？她不能留在这里，她妹妹手里有枪，严无力找过来报复我们，全遭殃。不要，我不会连累你们，求你们收留我吧！求你们让我进去，求你们了！我不想死，我只能去那儿了。木婉，他这次好像真的。上次也是真的，真的在演戏。女主宝宝别心软，他害了那么多人，不值得同情。江青青，你走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江木婉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姐。你不是，从我被你关进地下室那刻起，你就不是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让我进去，我会死的。你会不会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管他，我们过我们的。木婉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在我眼里，
他迟早是个死人。江木婉，你会后悔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你等着，你不要我活，我也不让你活。木婉，你快看，真是个疯女人。他在引丧尸过来，我去干掉他。等等，让他引，防爆门能挡住丧尸。他引多少来都没用，丧尸来了，第一个死的是他自己。终于结束了，恶人有恶报啊！关掉监控吧。等等，木婉，你快看！怎么了？他还在动。他变丧尸了？不对，有点奇怪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和原来剧情不一致？女主宝宝小心，剧情崩坏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从今天起，你们都听我的。江木婉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你100倍奉还。他怎么被咬还能说话？难道是变异了？男主说的对，他没死。弹幕说江青青变异了，还能控制丧尸。枪都打不死，妈的，这世界彻底疯了！木婉，咱折腾这么久，难道还是要死在这群畜生手里吗？不对，既然江青青能变异，这个世界说不定还有其他异能者能与之抗衡。可我们现在上哪去找另一个？女主宝宝别怕，你闺蜜才是关键啊！她肚子里的娃就是丧尸末日的终极王炸，只要孩子安全降生，就不用再怕江青青了。光哥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些东西最多够咱们吃2天，外面都是丧尸，还能怎么办？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！光哥，什么情况？青青，你没死？怎么看不出来？你是人是鬼？我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我是神，末日里的神！青姐，有事您吩咐。去召集幸存者，告诉他们这儿很安全，有吃有住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这儿就是你们的新家。我会提供物资，保证你们的安全。你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搜集炸药。你一个娘们儿，凭什么听你的？江青青，相信你们也看到了，我有控制丧尸的能力，只要跟着我，绝对安全。
外面有个地下室，里面堆满了物资。地下室的主人是我妹妹江木婉，不光自私自利、见死不救，还霸占了所有的东西，不分给任何人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地下室炸开，到时候所有物资大家人人有份。打地下室分物资。对，打地下室分物资。地下室打地下室分物资。江木婉，你就躲在你的乌龟壳里，等我炸开地下室，把你从里面揪出来那天，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晴姐，炸药收集的差不多了，这次一定能炸开地下室。安静。江木婉，那个地下室的女人，那个害死父母、霸占物资的畜生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今天我们要把物资抢回来，分给每一个需要的人。抢回来！抢回来！抢回来！出发，目标地下室。木婉，江青青来了。还真结实，给我把门炸开！看来这次是真要栽了，怎么办？我们的地下室拦不住这么多炸药和丧尸攻击，看来我们只能先逃出去才行。可惜了你精心准备的庇护所，住了几个月，我都当家了。这次炸药足够炸开大门，只有保证闺蜜顺利生下宝宝，才能对抗江青青。还是先跑吧。等等，弹幕说小曼的孩子可以对付江青青，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，怎么可能？难道希望就是我们要找的异能者？小曼，你怎么了？木婉，我走不动，好像要生了。给我上！江木婉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来守门，你去接生。可你一个人守不住，那也得想办法拖住他们。江青青，你听好了，我闺蜜要生了，给我1个小时，之后什么新仇旧怨都冲我来。青姐，里面说不定在拖延时间，要不直接攻进去？不，让她生。一个刚出世的累赘能有什么威胁？我要他们和孩子一起死。小曼，你听我说，按照我们之前演练的那样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希望我的孩子就叫希望。小曼是个女孩，我做到了。希望就是弹幕说的异能者，看起来很普通啊。我相信弹幕不会骗我。门外情况怎么样了？随时会动手，我们得快点。青姐，没动静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给我把门炸开。
江木婉，我来了。给我搜，人和物资都别放过。是。快！他们从管道逃了，追！在那儿，追！快走！不好，没路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追过来。木婉，你们把我丢下吧，这样下去谁也逃不掉。还有最后一个弹夹，你带小曼走，我挡住他们。开什么玩笑？咱们就算死，也要死在一起。给我上！上啊！真是一群废物。江木婉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所有丧尸听令，目标江木婉。什么动静？女主宝宝快跑！江青青叫了丧尸大军来围攻你们了，别管这光头了。陆亦辰，走。放下我！闭嘴！我绝不可能丢下你。这江青千真够变态的，居然能召集这么多丧尸，城市太危险，我们得想办法逃离范围。男主说的对，乡下的丧尸会少很多。小曼，现在看来，想对付江青青，只能靠小希望。现在先逃出城市躲起来，等希望的异能觉醒。可外面到处都是江青青的眼线，我们怎么逃出去？我有办法。木婉，江木婉，你确定走这里？我看过地图，只要从这下去，顺着下水道水流的方向，就能通到城市另一边。街道上过不去，丧尸太多，咱们反其道而行，说不定能摆脱追兵。妈的，拼了！木婉，好臭！忍一忍，很快就出去了。陆亦辰！
成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出口到了。总算逃出来了。江木婉，没想到你地理还挺好。那是，我们木婉可是学霸。走吧，这下可以。江青青，不错，真不错。江木婉刚从地下室出来，又迫不及待躲进下水道，还真是只恶心的老鼠。忘了告诉你们，被咬之后，除了能指挥丧尸，我还感受不到痛。真是个怪物！我说怎么不跑了？原来身后是悬崖。江青青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讨债了。江木婉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你如数付款。放过他们，我任你处置。木婉，你别冲动。怎么样？可以，只要你跪在我面前磕头道歉，我可以考虑放了你。向你道歉。你做梦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吃了他们！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木婉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了你们。别说傻话，我们不会死在这儿，我们还有希望。真是死到临头神志不清。江木婉，你不会以为多个孩子能改变什么吧？抓住他们！江青青，你别动他，有什么冲我来！陆玉成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你那天的嘴脸我永生难忘。等杀了江木婉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瞧，多么可悲！占了地下室又如何？还不是要死在我手里？江青青，你才是真正的可悲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杀了爸妈，害死那么多无辜的路人，你才应该下地狱。可惜你看不到我，给我去死！再见了，我的好妹妹。你们干什么？还不把他们抓起来！江青青，你完蛋了！这怎么回事？我的异能怎么会消失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江木婉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对我干了什么？不是我，是宝宝。你说什么？不愧是丧尸之王，哭声都能剥夺江青青的丧尸控制权。你没事吧？还好有宝宝在。木婉，刚刚真是宝宝的异能？没错，刚才的哭声你们听到了吧？我觉得除了控制丧尸，还有净化的作用。所以江青青的异能才会消失。我去，这么强，那我得多抱抱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吃了他们！都给我动起来！不要，我的异能！江青青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的异能已经消失了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！给我上！给我上！真是可悲。
你们的主人！江木婉，你赢了。江青青，你终于要死了。死不了，我死不，因为你是怪物。是你把我变成这样。是你自己，从决定害我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选择了这条路。那个孩子才是真正的怪物。不，他是希望，末日的希望。希望，我也想有希望。江木婉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们能不能？你们三个没事吧？他是谁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木婉，他真死了吗？对了，我们接到情报，说城内一名变异感染者，你们见没见过能控制丧尸的人？没有，这儿只有普通遇难者。还好，母女一切健康。谢谢。唉，总算结束了，累死老子了。江木婉，你这单我可要收大钱。行啊，要不你直接入赘，我的钱分你一半得了。可以啊，我没意见，孩子跟你姓。滚滚滚，末日还没结束呢，至少安全多了。谢谢你，木婉。谢谢，江木婉。你们别煽情啊，希望还看着呢。欢迎来到新世界，希望。不过可惜，我们那么多的物资都要浪费了，估计已经被那些跟江青青来的人抢个干净，太坏了。放心吧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做了坏事总会有代价。随着军队救援，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来到安全区。因为提供地下室物资和器械，我被任命为物资的临时管理员，负责分发食物和药品。是你？不是我。你的孩子死了一个，另一个重病。江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当时只想活下去，我没害过人，求你给我一点药，救救我的孩子。走吧。你真相信他没害过人？不相信，但孩子是无辜。妈妈，你别哭。对不起，妈妈以前做错了事。但妈妈会改。当初要不是他坚持检查水源，我们早就被感染，变成那群怪物了。真相是这样，原来江青青才是罪魁祸首，她害了我们所有人。原来如此。现在出来马后炮，说不定当初就他们妈的凶。网络太虚拟，视线太模糊，你能看到的是你想看到的，真真假假，何必呆着不放？还是木婉大方。女主宝宝太好了，我哭死！这么善良的人，我真是舍不得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要走了？我们是会想你们的哟。再见了，江木婉，我们永远记得你。不，最讨厌分别了。谢谢，没有你们。我早就死了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
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希望女主宝宝。再见。他们怎么了？别难过，咱们成功活下来，他们应该很有成就感才对。希望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，很多你看不见的人，曾经帮过阿姨，他们现在走了，但他们会一直记得你。行了，别难过了。猜猜我煮了什么？火锅。对了，走，让我们回去大吃一顿。那我得喝2杯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转眼1年过去，希望2岁了。希望，别跑那么快。想什么呢？想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，至少我们都活下来了。等这边结束，我该继续折腾安坊生意了。对了，下次再被关起来，早点给我发微信，不收你双倍价钱。滚吧，我可不会再被骗。不久，消息传来，城中的丧尸已经彻底清理，病毒源头也找到了，各国正在研制疫苗，预计半年内可以投入使用。也就是说，末日快结束了。也许吧。即使疫苗研制出来，重建还需要很多年。不怕，我们有时间。干妈，希望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？意思是不管多黑的黑夜都会天亮。江木婉，听说没？城里的丧尸都被清理干净了。你想干嘛？不如我们回地下室看看。啊？哇！吓我一跳，都应激了。放心，我们一路上过来，连丧尸毛都没看见。别自己吓自己，走进去看看。木婉，末日真的结束了吗？总感觉像一场梦。结束了。接下来就是重建工作了。等城市重建，你想住哪儿？还是江家？不知道。要不住我家，宽敞的很。去死！陆一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占我便宜。这怎么能叫占便宜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弹幕里可都管我叫男主，我这叫尊重游戏剧情。你希望揍他。是干妈。查清楚了，是这孩子叫希望，当时就在现场。希望，好名字。照常监视，那孩子一旦展现异能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行了，别睡了。